游轮起航第3个小时，我在 VIP 洗手间的镜子里看见闺蜜王太太的眼球开始脱落，她刚才还在对我笑，端着香槟说：“谦哥，你这张脸真的该被博物馆收藏。”王姐说笑了，不过是一张普通的脸。下一秒，她的笑容就裂开了，字面意义上的裂开。我关上门，听到门外传来咀嚼声，手机没有信号，救生艇已被放走，广播里还在循环播放。我与展家永夜之夜，今晚的整形体验将终生难忘。而我刚刚发现，这场派对上的所有人，都冲着我的脸来的，包括我的经纪人。他也骗了我。谦哥，你真的要去？合同签了，不去赔800万。网上有人说他的美容机构出过医疗事故。只是3天2夜的游轮派对，吃吃饭，聊聊天，拍拍照，又不是去做手术。车到了。谦哥，你今天真好看，这身裙子很适合你。走吧。谦哥姐，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不对劲就立刻给我打电话。知道了，别担心，我会没事的，3天后就回来。看什么呢？赶紧登船吧。没什么，就是觉得游轮比想象中大。你的骨相太好了，颧骨的高度，下颌角的弧度，额头的饱满度，黄金比例，教科书级别的，比镜头里好看太多了。苏总的游轮很漂亮。漂亮。这艘船上最漂亮的东西是你。苏总，时间差不多了，晚上7点欢迎晚宴。期待你的出席，沈小姐。这什么？不知道，应该是船上的酒水吧。这种游轮派对，酒水肯定要多准备一些。Lisa， 苏曼妮到底为什么要请我？红的人多了，林菲菲、周婉晴、赵雨诺，哪个不红？谦哥，我跟你说实话，苏曼妮明年要推新抗衰品牌，需要一个美到不需要抗衰的代言人，你是最好的人选，这是难得的机会，别想太多。就是他。电视上好看太多了，这张脸真的绝了。难怪苏总特意请她来，这骨相太完美了。好久不见，你可越来越漂亮了。不是夸张，你看看我花了多少钱，遭了多少罪，还是比不上你这种天生的。这张脸是钱怼出来的，你的脸是老天爷赏的。谦哥姐，我从小看你的戏长大的。赵公子说笑了，我也就比你大2岁。2岁不是问题，问题是谦哥姐，你怎么保养的？皮肤也太好了吧？多睡觉，多喝水。骗人，肯定有秘诀。没什么秘教，多睡觉，多喝水而已。那你的脸是天生的，没有做过任何医美？是的，天生的。抱歉，我去一下洗手间，失陪一下。沈小姐，你是？顾延洲，船上的安保负责人。这艘船的安保配置不正常，标准游轮的安保人员配比是1%，这艘船是20%，而且大部分人不是普通保安，他们有军事背景。另外，货舱里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医疗设备、外科手术级别的无影灯、麻醉机、组织切片机，这些东西不应该出现在一艘娱乐游轮上。我进去时，气味和封条都不对。到底怎么回事？里面全是医疗设备、输血机、冷藏柜，还有麻醉器材。这艘船上不该有这些。那苏曼妮怎么解释？他说是应急药品，可运单是假的，箱子也没开封，他在撒谎。沈小姐，今晚别一个人待着，一定要小心。美是征服的力量，是让人甘心俯首的王冠。只有敢于挑战的人，才配拥有真正的美。美是女性最大的资本。永夜浩江，开启美的全新纪元。
千哥，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有点晕船？要是不舒服，先回房间休息。明天还有活动。有点晕，我先回房间休息，晚宴就不参加了。千哥，等等，我有话跟你说。这是我女儿王思琪，她跟你一样大，也是演员，但没你红。她很漂亮有什么用？在这个圈子里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要的是经验，绝美，无法复制。千哥，你说我女儿要是能长得像你该多好！漂亮有什么用？在这个圈子里，漂亮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千哥，来坐这儿，我旁边有位置。各位，你们知道什么是美吗？美是稀缺资源，这个世界上99%的人都只是普通的人，只有1%的人事事美伟的，而在这1%里，只有1/1000的。但是美是会消失的，胶原蛋白会流失，皮肤会松弛，皱纹会爬上眼角，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逆转。这项技术我们研究了10年，投资了20个亿，做了3000次临床试验。今天在永业号上，我们将首次向公众展示。谁愿意做第一个体验者？千哥，千哥，想不想上来做我们的现场模特？不需要任何操作，只要坐在台上，让大家看看什么才是绝对的美。大家看，这就是上帝的作品，完美无瑕。它的骨香、皮香比例都是顶级的。所以，我们研发了这项技术，不是为了取代这样的美，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拥有接近这样的美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沈千歌。这句话比任何恐怖片都让我害怕。千哥，讲座结束了，邀请你去 VIP 休息室喝茶。不了，苏总，我有点不舒服。千哥，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事，我去甲板透透气。要不要我陪你？不用。沈小姐，你怎么又出现了？因为你需要有人告诉你真相。我昨晚查了货仓，里面有完整的活体组织提取系统，6套一模一样的设备，每套对应一个手术室。6套。船上的 WiFi 和通讯信号被人为关掉了。昨晚11点，晚宴结束之后。什么时候关的？我们被困住了。沈小姐，退后！那是什么？不知道，但你得离开这里。求求你们救我！我不想变成那样。他没被感染，我们救他。走，快，别回头！谢谢你们。我庆幸我不是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的是你。那个病毒，那些丧尸在找你。我能感觉到，嘴里在念你的名字。裂痕病毒泄露了，苏曼妮，他说不会出事的，他说抑制剂有效。因为他们要的是你。苏曼妮说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沈谦哥哥。靠先，快走！
你受伤了吗？没有。3年前在中东，我们执行任务时遇到生化武器，能把人变成怪物。我的队友都死了，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拍戏的时候学过？不是在拍戏。阿力需要去剑桥，改变航线，发出求救信号。苏曼尼在船底3层。昨晚我看到有人往那里运活物。你知道他在哪儿？在船底3层。你先跑，我断后。顾延州，能开吗？海军陆战队交这个。想。自学的。谦哥，你的名字在上面。我看到了，他们想要我的脸。我们得离开这里。等等，我要进去。你想干什么？找正事。赵苏曼尼，你确定？他要我的脸，在那之前，他不会杀我。我是你的人质。不对，你是我的武器。别过来！我们不是丧尸，你们是活人。是。江宇，我是船上的实习医生，医学院的研究生。这里发生了什么？病毒，裂痕病毒泄露了。苏曼尼的团队在做实验，是细胞逆转术的失败副产品，它会让细胞疯狂再生，但同时摧毁大脑。感染者会变成只会保留欲望的行尸走肉。保留欲望，对，他们生前的最后欲望，想要美貌的脸会腐烂，想要年轻的身体会扭曲。你是沈谦哥？是。那些丧尸，他们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嘴里在念你的名字。那些女孩，我见过她们，她们被运上船的时候，我以为是普通病人。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没有时间了。你能带我们去剑桥吗？剑桥在第10层，有货梯，货梯可以直接到第10层。那就走。有人还活着，不能见死不救。谦哥，苏满尼给了我2000万，他把你带上来。所以你卖了我，你卖了跟了你10年的艺人。对不起，我欠了赌债，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说重点，苏曼尼在哪？他在船底3层的私人舱里，带着卫星电话等人接他。明白了。走，脸，让他的大脑只保留了想要你的脸这个欲望。病毒会优先感染那些欲望最强烈的人，尤其是做过整形的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需要混乱。混乱是最好的掩护。你是说病毒泄露是故意的？对劲了，因为丧尸被引走了，或者有人在控制他们。抑制剂，储藏室里的那些注射器，我觉得它注射了别的东西。不是抑制，是引导。裂痕计划第7次试验，供体存活时间未达预期，完美的细胞来源。顾延州，看这个，他被抓了。他出卖了你。他跟了我10年。5分钟，最多5分钟。苏总说了，只要沈谦哥，其他人可以让开，别逞强。你一把刀，我一把枪。你算算概率。我算过了，
你的枪没开保险，带我们去找苏曼妮。天哥，我知道你来了，我在顶层的套房里等你，我只是想要你的脸。去吧，顶层找苏曼妮。第3层有2个出口，一个是我们来的时候走的楼梯，另一个是货梯，可以直达第6层。走货梯。在那边。小美，小美，千哥，钱宝，他们在找你，他们在顶层。他是我的朋友，他死之前还在保护我，我不能让他白死。断电了，备用电源没启动。一个一个来，这边。去看看。现在他被记住了。以这种方式，你欠我1支舞，下次一定要跳完。大佬，他们所有人都会变成这样吗？所有我认识的人，这艘船上的人。病毒会保留每个人的欲望，不同的欲望会对应不同的丧尸形态。如果那种欲望和本人无关呢？那他的丧尸形态就会追逐他自己的欲望。比如赵公子，他的欲望是被记住，所以他给自己过生日；小美的欲望是保护你，所以他让你跑。他从一开始就在筛选，不是派对嘉宾，是丧尸。我们被困住了，病毒在扩散，丧尸在增加，救生艇没了，通讯断了。36小时后，苏曼妮的直升机会到，但那是来接她的，不是来接我们的。所以我们得在36小时内找到别的出路。你有什么办法吗？那就用他的直升机。他不会让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让他没有选择。苏曼妮最在乎的不是我的脸，是这份文件。说清楚。苏曼妮知道我们拿了文件，她一定会来抢。与其让他在暗处，不如把他引到明处。用我是她最想要的。文件加上我，她不可能不来。不行，叫我谦哥，在船上，我们是一条命。好，谦哥。但如果我说跑跑，你就跑，不要犹豫，不要回头。成交。这是抑制剂，我从实验室拿的，苏曼妮的团队用的那种。它能延缓病毒的扩散，但不会完全阻止。注射后大概能争取4到6小时。4到6小时做什么？找到解药。如果我能拿到病毒的原始样本，再加上你的血液，你的细胞对病毒有天然抗性，也许能做出临时的疫苗。B3层，苏曼妮的主实验室。我们刚从 B3层出来，所以他知道我们会回去，他会设伏。那就让他射，我们兵分2路，我去引开他的注意力，你带江玉去实验室。4小时。 4小时后，不管我们有没有拿到样本，我都会去找你。好，你会来的。好，我会来的。救命啊！他们追我！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活下来的？太了吗？苏小暖，我躲在衣柜里，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不敢出来。后来我听到外面没有声音了，就跑出来，然后他们追我。没有，我没有被咬。告诉苏曼妮，我在这里，她会保护你。她有抑制剂，有武器，有直升机。你只要告诉她我在第4层的会议室，她会来接我的。你不跟我一起走吗？我还有别的事要做，快去。第4层会议室。带他上来。沈小姐，跟我们走。苏曼妮要的是活的我，对吗？哼，那就别用枪指着我。我不喜欢。有意思。
请吧，沈小姐。沈小姐，到了。千哥，你来了。你等很久了，从你上船那天就在等。坐，今天喝点什么？茶、咖啡还是酒？不用。那就直接进入正题。你拿了我的文件，在哪里？在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千哥，你觉得那种东西能威胁到我？投资方名单、工体名单、实验数据，每一页都是证据。千哥，你知道那些投资方是谁吗？地产大亨、互联网巨头、能源瓜头，他们的钱比我多100倍。你觉得他们会让我倒下？如果他们知道你把他们供出来，他们会让你等香。你很聪明，但聪明不够。意味着我是你最好的商品。不，意味着你是答案，永生的答案。你知道为什么我的供体只能活72小时吗？因为他们的细胞不够好，端粒太短，分裂到一定程度就会凋亡。但你不一样，不是活100年、200年，是永远。只要定期注射你的细胞，就可以永远保持年轻。你想复制这个 bug？ 我想让所有人都拥有这个 bug。千哥，这不是犯罪，这是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所有的革命都有代价。那些女孩、那些工体、那些志愿者，每个人都签了同意书，每个人都知道风险。千哥，你在说什么？我们提取的是面部组织，一小块皮肤，一点点脂肪，不是什么摘掉脸眼。你在 B3 层的实验室里，你去了实验室 B3 层。对，我看到了那些女孩，017号、023号、031号、045号，她们被绑在手术台上，脸上盖着白布，那不是提取一小块组织，那是剥皮。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组织切片机、液氮冷冻柜、工体档案，还有我的名字。第6间没有手术台 ，B3 层只有5间手术室，第6间是办公室。我看到了组织切片机，你不可能看到6间，因为第6间在我这一层。我亲眼看见了。千哥，你在说什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幻觉的？不是幻觉，我亲眼看到的。顾延周也在，江玉也在，我们都看到了。顾延周，安保负责人，他没有权限进入 B3 层，他打开了门，他打不开。B3 层的门需要我的虹膜识别。铁丝，不能打开虹膜锁。有人故意打开了那扇门，让我们进去，让我们看到那些手术室、那些工体、那些照片，让我们看到我的名字。千哥，你没有去过 B3 层。我去了。你不可能去，因为 B3 层从病毒爆发开始就封锁了，没有人能进去，也没有人能出来。封锁了？病毒是从 B3 层泄露的，我封锁了整个楼层，里面的人、实验团队、工体全在里面。千哥，病毒泄露后 ，B3 层的气压是负的，空气不会往外跑，但也不会往里进，里面的人在2小时内就已经全部感染了。所以你就让他们死在已经死了，在病毒泄露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死。千哥，你出现幻觉了，你需要休息。病毒会影响大脑，早期的症状就是幻觉。我没有被感染。你怎么知道？江宇检查过了。江宇，那个实习医生，他连执业医师证都没有。他是什么时候上传的？安保负责人，他3个月前入职的。谁推荐的？猎头公司。哪家？我不记得了。你不记得给你船上最重要的安保负责人推荐人选的猎头公司？千哥，你在怀疑什么？我在怀疑顾延周是不是你安排的人。千哥，你被感染了。病毒的早期症状就是幻觉和偏执。你开始怀疑所有人，包括你的同伴。就证明给我看，注射这个。如果你没有被感染，抑制剂不会对你产生任何影响。如果你被感染了，它会救你的命。千哥，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但你信任自己吗？你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吗？很好，我有一个条件，让顾延周和江玉上顶层，给他们注射抑制剂。你在保护他们，他们是我的同伴，即使其中一个可能是幻觉。好，我答应你。好好休息，醒来之后一切都会好的。准备好手术室，第52号供体，3个小时后提取。别费力气了，你骗了我。我没有骗你，你确实被感染了。抑制剂也确实能延缓症状，但抑制剂里加了镇静剂，你需要休息。我不需要被绑着休息。手术前需要固定，这是标准流程。
别害怕，我会给你全身麻醉，你会睡过去，一切都结束了。结束？什么结束？作为沈谦哥哥的使命将会结束，你的细胞会被培养成多能干细胞，注射到成千上万的人体内。他们会变年轻、变漂亮，变得像你一样完美。你的病毒已经证明了，变成怪物的是他们。那些女孩，那些公体，他们也是意外。017号、023号、031号、045号，他们每一个人都像我现在一样被绑在你的手术台上。你对他们说不会疼的，然后你剥了他们的脸，他们活着的时候在尖叫。谦哥，你不明白。我明白，我明白的不能再明白了。但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我看到 B3层的手术室？准备开始。什么真相？关于这艘船的真相，这艘船有7层甲板在水面上，5层在水面下。B3层是实验区域，B4层是储藏区域。储藏什么？我的保险。如果事情失控，我可以释放 B4层的丧尸，制造足够的混乱，你疯了！然后乘直升机离开。如果事情失控，我可以释放 B4层的丧尸，制造足够的混乱，然后乘直升机离开。你疯了！我没疯，我是在保护自己。那些人是谁？宾客、工作人员。临床试验需要足够的样本，所以你把活人当实验品。我把志愿者当实验品，每个人都是自愿的。他们不知道会变成丧尸，他们知道风险。谦哥，不要再说了，手术马上开始。苏曼妮，你会失败的。你的细胞逆转术不会成功，因为真正的美部是可以复制的东西。你可以复制一张脸，但你复制不了那张脸背后的东西。背后有什么？有我走过的路。你的客户可以拥有我的脸，但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我，因为他们没有走过我的路。谦哥，你说的很美，但美不值钱。你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B3层的丧尸被放出来了，有人在破坏 B4层的安全门。那不是你计划的一部分。不是，是你的朋友。那正好，你也逃不掉了。启动 B4层的紧急封锁，把所有安全门锁死。苏总，紧急封锁需要10分钟。那就10分钟。谦哥，你以为他就得了你？他不需要救我，他只需要拖住你，拖住我。为什么？所以你不知道是谁在破坏安全门，除了你的朋友，还能是谁？也许不是他，那是谁？苏曼妮，江玉是谁？江玉，你的实习医生。我没有叫江玉的实习医生，船上的医疗团队名单里没有江玉这个人。你从哪里认识他的？他自称是医学院的研究生，在病毒泄露时已经全部感染，可他看上去很正常。苏曼妮，你的抑制剂能完全抑制症状吗？能，但只能维持24小时，之后就需要再次注射。是什么？江宇，真名江宇，生物化学博士，麻省理工毕业，3年前加入我的团队，负责研发病毒。对，他创造病毒的时候用的是你的基因数据，有人给我们的，但结果不是传染特性，结果是变成丧尸。因为病毒不完整，江宇设计的病毒缺少一个关键的抑制序列，没有这个序列，病毒会无限复制，最终摧毁大脑。他故意的，我认为是他想制造一场灾难。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为了报复。报复谁？报复我，报复这个世界。江宇是个天才，但他也是个疯子。他相信美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他说，美是一种暴力，是对不美之人的压迫。谦哥，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江宇的目标是你，他需要你的活体细胞来完成病毒的最终版本。如果他拿到你的细胞，病毒就会变成空气传播，整艘船、整个码头、整个城市都会沦陷。所以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凭什么相信你？如果江宇拿到你的细胞，一切都完了。苏曼妮，放开我！不行，如果你不放开我，我们都得死。江宇会来找我，他需要我的细胞。他还告诉了你什么？
病毒是你创造的，泄露是故意的。千哥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因为你觉得美是暴力。不，因为美是不公平的。你看这张脸，你什么都没做就拥有了这张脸，你靠这张脸成名赚钱，被所有人喜欢，而那些不漂亮的人，他们努力了一辈子也比不上你的一张脸。这不是我的错，这不是你的错，但这是事实。千哥姐，我了解，我看过你所有的采访，你在采访里说你从小就不喜欢别人只夸你漂亮，你想被夸演技好，被夸聪明，被夸努力，但没有人夸，所有人都在说沈千歌好漂亮。这是病毒的最终版本，注射到你的体内，你的细胞会变成病毒的母体，然后病毒会通过空气传播，所有人都会感染。所有人都会变成丧尸，他们会拥有你的端粒酶活性，你的皮肤再生速度。那还是丧尸？那是进化。千哥姐，你愿意成为人类进化的起点吗？不，为什么？因为那不是进化，那是毁灭。你不懂，我懂。江宇，你不恨美，你恨的是你自己。从小被嘲笑、被排斥，只因为你不够好看。你的复仇。你是个天才，但你从小就不漂亮。你被漂亮的同学嘲笑过，女孩刷掉过。你恨的不是美，你恨的是这个世界因为美美而给你的伤害。闭嘴！你想毁掉美，不是因为它不公平。我让你闭嘴！千哥姐，对不起，但这是必要的。离他远点儿。既然千哥姐不愿意，那就用你的。现在我们是平等的了。你的反应变慢了，病毒已经在侵蚀你的神经了。千哥姐，别急，等我处理完它，就带你走。你会成为新世界的母亲，所有人的细胞都来自你，你会被记住的。江宇，你听我说，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觉得你赢了？千哥姐还没有被释放，苏曼尼的人马上就到。能走吗？能。从那边走，通往设备间。设备间有楼梯。你呢？我断后。你的手能撑住。顾延舟，如果你死了，我不会死，我答应过你。好了，4小时后会来找你。沈小姐，苏总在等你。我知道，我要见他。江宇呢？在手术室，被顾延舟伤了，但没死。你的朋友呢？不知道，可能死了。你回来做什么？合作。什么合作？你要我的细胞，江宇也要我的细胞，但我和你都清楚，如果江宇拿到我的细胞，一切都完了。他的病毒会通过空气传播，整艘船、整个码头、整个城市都会沦陷。所以，千哥，你知道公开那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会进监狱。不只是我，那些投资方，他们不会让那些文件公开。那就让他们来找我，我什么都不怕了。
你真的什么都不怕？我怕变成丧尸，我怕死，但我更怕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会经历和我一样的事，被当做一张脸，被当做一件商品，被当做可以买卖的东西。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也漂亮，不是像你这么漂亮，是那种还算漂亮。我以为漂亮就够了，但不够，漂亮会消失，而消失之后的落差比从未拥有过更痛苦。所以你做了这些事。苏曼妮，痛苦不会因为你让别人也痛苦就消失。你可以让我变成所有人，但所有人变成我之后呢？他们不会因为有一张漂亮的脸就停止痛苦，他们会找到新的东西来恨，身材、年龄、智商、财富，痛苦永远不会消失。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做了太多错事，太多了，我回不了头了。你可以回头。不，我不能，但我可以做一件事，我会杀了你。我知道，但这是我的责任。病毒是我让他研发的，那些女孩是我让他处理的，这一切是我开始的。苏曼妮，千哥，你刚才说痛苦不会消失，你说的对，但我至少可以让它不再扩大。带上这个，我不会用枪，那就学。服务器在 B3 层主实验室，安全密码是0417，是我女儿的生日。0417，你有女儿？有过，她18岁的时候出了车祸，脸上留了疤，她受不了，自杀了，所以我才开始做这些事。我想让所有人都没有疤痕，我想让所有人都漂亮。但他不会希望你这样做，我知道，他不会。他一直说妈妈根本不重要，可我不信，我从来不信。去吧，千哥，去拿服务器，去公开那些文件，去做我做不到的事。苏曼妮，谢谢你。找到了，千哥姐，你果然在这里。把服务器给我。你别过来！你以为你开枪能打死我？我现在连心脏都不需要，区子弹，能奈我何？千哥姐，别反抗了，把服务器给我，我可以让你活下去。顾延昭，你居然还活着！我说过我不会死，我答应过千哥不会再迟到。你的计划到此为止了？到此为止不可能！我只要拿到服务器就能完成病毒，到时候整个世界都会变成我的。我明明快要成功了。你从来都没有接近过成功，你只是被自己的执念变成了怪物。好了，你的体内有天然抗体，病毒无法在你的细胞中复制。顾延洲呢？他感染了。早期你带回来的那些文件，裂痕计划的完整记录。顾延洲，你为什么要帮我？因为你是对的。你说过美会消失，但你是谁不会消失。乘坐T1738次沈小姐，洗手间在左边。前往 B12登机口登机，谢谢。路上还顺利吧？你气色不太好，睡得少。这次愿意来对你是好事。你需要露个面，扭转舆论。到底该怎么翻译？是坚强的幸存者，还是白喜灾难的明星？节目会保护你的。奖金这边我们会再调整。奖金什么时候到账？基础通告费今天先打一半，录完结清。
大家都到了，就差你了，过去认识一下。啊！哎，这是神仙哥，大家应该都认识。认识认识，谁不认识啊？千哥姐，我是你的粉丝，我一直相信你。谢谢。直升机2小时后返航，10天生存挑战全程直播。节目组会定石头放基础补给，奖金归最终存活到最后的人。最终存活，这个说法不太严谨吧？就是字面意思，考验大家的生存能力和团队协作。那就是说，谁先怂谁就没钱。你还是这么会装，岸上装不认识，现在又想多看几眼确认是不是认错了。我没有。没有什么，没有装，还是没有认出来。顾延州，这里不是说这些的地方。因为这里有镜头，上岛以后离我远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再救你第2次。千哥姐，你没事吧？你脸色好白。没事儿，走吧。这条原来就有吗？极限节目嘛，正常免责条款大家都签了。让死我啊！先签吧，不会有问题的。千哥姐，你是不是不舒服？没有。你为什么来这个节目？为了钱。我妈病了，得做手术。节目组说撑到最后能拿好多钱。这次节目组给你们买保险了吗？应该买了吧？怎么了？没什么。这地方以前有人住过，估计是废弃营地，正好省得咱们自己搭房子。最好别碰到上的任何县城建筑。为什么？你是安保，又不是导游。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能有什么？鬼啊！哼！欢迎来到10日生存挑战现场，挑战正式开始。天黑前搭建营地，寻找淡水。祝各位好运！你们不留下联络员吗？最起码留一个后勤人员。他们真走了，这样直播才刺激。先检查周边，找安全区域，别分开行动。你谁啊？如果你不想活，可以自己走，没人拦你。沈小姐，我刚才的话你是没听懂。我只是想问一件事，你为什么会来这个节目？你觉得我应该说因为担心你，还是因为忘不了2年前那点事儿？我没这么说。可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不是吗？你在岸上的时候可以装不认识我，现在跑到这种地方来问我为什么来，不觉得晚了吗？我装不认识，是因为我只是个保安，你是明星，我这种人跟你站在一起，会让你不好解释，也不好体面。算了，反正这10天，你最好把我当陌生人。如果我做不到呢？那就学着做到。那是什么？你们节目组的道具吧。退后！
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是不是某种药物刺激造成的假死状态？自己过去看看，你看他还有没有脉搏？所有人退到高处，不要靠近水边。怎么上来了？放开他！救我！起来，走！行。没愣着，走。箱子不能丢，接着拍，继续拍，我要上头条。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岛上有问题？别往深处跑，沿着坡往上，找有遮挡的制高点。那边地势高，视野开阔，先过去。你机器呢？刚才有没有拍到？这是大新闻。走。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这个？我不拍怎么办？我靠什么吃饭？说不定外面的人看到直播就来救我们了。直播要是还连着，他们刚才就该来救人了。从这些足迹来看，他们并不是盲目游荡，而是寻着。真好，好年轻！给我！他刚才是不是在说想要你的脸？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鬼东西？不准说鬼，这不是超自然现象。你在做学术报告，那你解释了。寄生都这样了，你还在做学术报告？那你解释解释，海里那些死人为什么会爬起来？现在讨论成因没意义，最重要的是别被抓伤咬伤，伤口接触是最高风险。你确定？刚刚那东西明明扑你脖子了。我说了不是，你们什么意思？现在就想把我丢下？没人说要丢下你，先让我看伤口。别碰我！他们追上来了，他们有记忆，是执念。死前在意什么？现在就重复什么。你怎么知道？猜的。你刚才也听见了。这确实说得通，某种神经残留。你们有空分析，不如先想想怎么办。站在这里继续往上走，上面如果有废弃建筑，至少能卡地形。不能去建筑里，内部情况不明，死角太多，一旦被堵就是死路。那留在外面也是死。先到建筑外围侦查，不直接进去，确认可控再说。有人来过。可能是节目组布景，你们别自己吓自己。布景会流真实的血吗？那是什么？这谁写的？节目组搞这种东西？有意思吗？既然写了不要开门，那就别进，我们换地方。换哪儿？后面那些东西马上就追上来了。别的高点都不知道。写字的人也可能只是想独占里面的资源。你到现在还惦记资源？不惦记资源难道等死？你就是论事。里面暂时没动静。宁儿，你什么意思？从里面锁住了，那不正说明里面有人？有幸存者，也许他们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也可能不是人。能不能从旁边窗户看一眼？我去，里面有什么？桌子。这算什么答案？很多桌子排成两列，像食堂或者宴会厅。卧室顶上边挂着布，像是故意挡住视线。进去还是不进去？进去，但有条件。什么条件？第一，所有人一起进，谁都不准乱跑。第二，进去以后不碰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第三，若里面有感染体，听我指挥。1、2、3，再1、2、3。该死的，他妈的又撞上来了！别乱动，尤其是你。人到齐了吗？别出声，待在原地。
到齐了吗？年轻，真年轻。要我的戒指了，他们在继续未结束的宴会。这不是拍戏的片场吗？够不够素材？有规律的，沿着边墙找后门。出口在哪儿？绕窗户，侧廊通。行，我跟你开路。岛上经历过什么？为什么冲你来？没空解释，他脑袋有用，弄死他们。弱点在后颈。你怎么这么清楚？你干什么？让开！谁也别进！走啊！谢谢。你们放下！你还在分析？都什么时候了？只有分析才能活下去。够了，把接触到的异常信息都说出来，别再装无辜。我收到过匿名私信，说能见到真正的沈谦哥哥。我以为是粉丝闹着玩，就出发前有人打电话说岛上有真宝贝，我还以为是噱头。那你为什么不说？谁不是为了钱来的？合同补充说明里写着有沉浸式剧情，让我抓拍爆点，我以为只是吓人环节。这不是吓人，是把咱们往坑里骗。都冷静点。木组要求待急救箱，特意强调只写消炎镇静药，以为是野外标准配置。合同多了一条配合风险管控。说岛上曾是神经行为研究基地，已经废弃，我是为了这个才来的。研究什么？资料说，极端状态下的认知行为，脑组织受损后会残留，所以丧尸保留生前行为不是巧合。你说要重新认识我，就先让大家认识。 2年前，在一场事故现场见过这种东西。哪场事故？海上那场。是失控活体感染，部分人保留生前执念。岛上的东西和船上的是同一类。你也见过？你们早知道。大刘，你怎么了？有点冷，别碰我！他被感染了。我没有。你疯了！我不想死！大刘，这栋楼里不止外面那一批。你什么意思？岛上的第1层副本可能才刚开始。别出声，他们听得懂。他是不是也感染了？闭嘴！再喊，外面的会兴奋。你是谁？我是这里原来的场控助理。你不是节目组的人？什么意思？这节目还不止一组人。新一轮。这里以前录过节目，录过，死过，也失踪过。你们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想活到天亮，最好按我说的做。凭什么信你？你自己都这副鬼样子。就凭我比你多活了17天。你已经在岛上待了17天，准确说是被困了17天。我是上一轮留下来的活口之一。上一轮有多少人？12个，现在只剩我1个半。1个半？我还算不算完整的人，看你们怎么定义。我2年前见过一次。你说他们听得懂什么意思？他们会对声音、关键词做出反应，生前的执念，再加上后期灌进去的行为模板，像动物驯化，比那复杂。他们是会重复最后任务的坏掉机器。要不要把你扔出去，跟他们现场交流一下？他们是不是在记我们的位置？他们在等你们乱。你说的跟他们有战术一样。有一部分确实有，尤其是楼里原来的那批和海里爬上来的不一样。海里的是就感染体，楼里的是没清理干净的，保留更多更危险。比如什么？手术区、观察区、隔离舱。这不是录节目，这是杀人！你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会躲在通风道里？上一轮活下来的人把我推进了隔离区，想让我替他们拖住后面的东西。我命大没死透，顺着排风通道爬出来了。那他们人呢？你为什么会知道这里有通风道，还能活17天？你就是他们这一轮要的主样本本。他问你问题，不是让你反问。行，我回答。我是外勤控制助理，对路线很熟，所以才撑到现在。我被抓过，但没完全变，身上的气味能骗过人。什么意思？我身上的气味介于他们和活人之间，这说明感染状态有可控的中间带。你再多说一句，我真把你嘴堵上。屋里有监控吗？有一部分还在运作，主控室在2层内环，风险高。补给点呢？总不会一点吃的喝的都没有吧？有上一轮留下的物资，最稳的是后勤舱，得穿过宴会厅后面的回廊。问题是什么？要穿过回廊，那里有一只很麻烦的东西，比外面那群还麻烦。他会模仿。这又不是恐怖片，我没空讲笑话。上一轮有人就是被他骗开了门，船上也有过类似情况，一直待在这里，门迟早会被撞开。空间太小，没水没第2道防御，门一开我们就会被前后夹死。赶紧走啊！让他先出去引开那些东西，我们再跟。你再说一遍。我就是提个建议，想活可以，但别踩别人命上活。谁动这个念头，我先处理谁。回廊有进厅，服务通道要经过值班室，还有关着特殊样本。哪个都像死路。这是什么？主控室下面的样本层，
我没进去过，但我听见过。听见什么？有人在里面叫你的名字，还有人重复052号回来。052号是我的样本编号。内部语音说，主样本编号052，启动2级围捕，是冲着他来的。不是冲着他来的，是冲着我们所有人来的。杰姆拉10个人上岛，是要把我们逼进筛选程序、人性实验。人性实验撑不了多久了。走哪条？服务通道。服务通道，你也觉得走左边？竞品是线乱，服务通道窄，便于控制队形。行，听你的。等等，你腰上的不都渗透了？我先给你重新压一下，你到了我们更麻烦。他已经感染了，你为什么还敢碰他？开门啊！你是被拖走了吗？我还活着。你不是说不能放弃伤员吗？千哥姐，我疼，求你开门！别听，他在勾你。我知道。那边不是主路，跟我走服务通道，快！神哥，你再不出来，我可要进去找你了。你这张脸天生就该值钱，别跑啊！你不是最慧眼吗？别回头看，他会记住和你对视的人。快，排队进！排什么队？门要开了，你想死别拉着我！别吵，先进去，慢一点，我扶着你。他模仿的是谁？为什么会知道你们以前说过的话？哎，顾延秋，你挡什么？反正你最后也护不住他。你不是最能救人吗？2年前没救全，闭嘴！是闭嘴！快点，快点！谁把人压住，谁第一个死！如果模仿型能说那么完整的话，他的认知能力已经超出了普通执念残留。教授，你现在能不能把脑子先用在活着上？我就是在想活着，知道他是什么，才能知道怎么避开他。避开他的方法就是闭嘴，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哪儿。沈小姐，过来呀，这里安全。别走，我妈妈。都是假的，往前走。到了，一个一个出，别站着。靠墙，别碰两边门。后勤舱在走廊尽头左拐，值班室在右边。值班室那个东西对白光和金属反光敏感，别乱照，别乱晃荡。能挡多久？看运气。那就是挡不久。你们看这个，这是实验流程，不是节目流程。我说的是真的，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别看了，走。值班室，别看，继续走。052号，欢迎回来。好。小心！副连长，走！这边，你干嘛动了？我看不见，走啊！走！你手臂受伤了。进去。未登记，不得离场。这不是后勤舱，这是筛选中转舱。说人话，就是用来给实验对象分发东西、记录表现、决定谁留下谁淘汰的地方。从现在开始，你最好别单独离开任何人视线。为什么？因为你的围猎优先级刚刚升级了。什么意思？刚才值班室那个东西认出了你，系统会把这当成确认信号。接下来，执念型和半模板化的功能体都会优先锁定你。也就是说，跟着他，我们更危险。先处理伤口，坐下。
没时间。你要是感染了，更没时间。左臂抬起来。我来按着。剪刀，消毒水。会感染吗？现在还不好下结论，先冲洗，再观察扩散和神经反应。好。疼吗？还行。你每次都说还行。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神经反应正常，暂时没有急性抽搐，只是暂时没变异。能不能闭嘴？我只是提醒，没人需要你提醒。外面没散，当然不会散。后勤舱本来就是重要节点，他们会守。那我们就出不去了。不一定，这里可能还有另一条转运通道。又是可能，你能不能给个准话？准话就是这地方从一开始就市局，我们每走一步都在别人的观察范围内，现在还活着是因为运气没坏透。别看了，先活过今晚。顾延州，如果你真的开始不对劲，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你是医生，我没跟你开玩笑。真到了那一步，你离我远点。这里不该有动静。上一轮我来过，冷柜后面是死路。除非什么？除非有人比我们先到了。姐姐，你终于来了。过姐，你终于来了。编号052，他们说你今天会来。你是谁？我叫七七。真的吗？忘了，他们都叫我七七。我是第7轮留下来的小孩。留下来的小孩是什么意思？只有我还在，他们把我锁进小隔间，我很听话，可他们还是没活到天亮。他的认知状态不正常，更像被长期训练过的观察样本。哼，你猜对了，爷爷。让我看谁先哭，谁先把别人推出去，答得好会给我糖。你为什么要等他？楼里有人想保护他。是谁？那里有转运道，2条路，选一条。外部废弃码头能离开这栋楼吗？当然去码头，先离开这鬼楼再说。离开楼不等于安全，外面全是感染体。我要去样本层，那里有核心信息。你疯了？知道是陷阱还往里走？你想走可以，但别把怕死包装成道德。你不也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凭什么站着说话？分开走等于找死，现在要统一路线。不是我想分开，是跟着他太危险。对。顾延昭，你手给我看看。他不会演，边缘发案的范围又扩了。会怎么样？如果他真的感染了，是不是该隔离？你想说什么？直接说。刚才都是他们在救人，现在隔离他们，太过分了。我那是逃命，你讲感情，他们讲感染。谁敢卸磨砂路，我第一个不答应。我也是，不宜做激烈切割，稳定队伍最重要。这种抓伤你见过吗？会怎么样？要么死掉，要么坏掉，要么撑过去。坏掉是什么意思？忘记自己是谁，只记得他们要你做什么。他们怎么控制？声音、灯光、关键词还有药，功能体身体里被埋过东西。神经！说人话！就是会被下命令的怪物。糟了！什么糟了？不是外面那群，
来的是带指令的人。筛选程序已更新，请10分钟内提交高风险对象名单。请舱内幸存者请注意，筛选程序已更新，请在10分钟内提交高风险对象名单。若未提交，系统将默认全员为可淘汰样本。请在10分钟内系统将默认全员为可淘汰样本。什么意思？什么叫提交高风险对象名单？意思就是让我们自己选出最该被处理的人。我不选，凭什么我们要配合这种事？你不交，他就来拿全部。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讲爱心的慈善晚会吗？那也不能真把人交出去啊！高风险对象不是最讨厌的人，不是最没用的人，是我。楼里优先围猎的主样本，还有顾延州，刚被功能体抓伤，已经出现异常反应。从最冷酷的生存逻辑来看，我们两个确实是整个队伍里风险最高的人。这不是风，是程序。他在逼我们在时间压力下做决策，时间越短，人越会用最粗暴的风险判断替代复杂思考。那你现在是想夸他设计的很科学？别适量了，系统最喜欢你这种人。你笑什么？系统最喜欢看的不是你们最后选了谁，而是第一个开口的人是谁，会不会配合命令，能不能自己把队伍拆开。那你们倒是说啊！现在最危险的人是谁？不是他吗？一上岛那些东西就盯着他，他有编号，有背景，有人专门等他。我们所有人都是被他连累的，还有顾延州，他现在也开始不对劲了，不把高风险对象革出来，难道等着全队陪葬？你疯了吗？我没疯，我是想活。你们自己想想，如果不是他，这座楼会这么快锁定我们吗？住口！他不是故意的。如果不是他，那个值班室里的东西会冲出来吗？如果不是顾延州被抓伤，我们现在至于还要防着队里再变一个吗？你说的没错，想活下去是每个人的本能，但你嘴上打着为大家好好的旗号，其实只是想把自己从牺牲名单里踢出去而已。阿豪至少还承认他想活，你呢？你嘴上说我们，心里想的却是如果把我和顾延州划出去。你说的倒好听，你是不是也早就知道这个岛跟你有关系？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想借这个机会回来查真相？你拿我们的命给你探路，现在还站着教训别人？对，我确实想查，因为2年前死了很多人，活下来的也没真正活出来。我想知道是谁把我们当耗材一样用完了还不够，还要再来一次。但有一点你说错了，我不是拿你们的命给我探路，因为这条路不是我一个人选的，是为了钱和所谓宝贝。林墨是为了热度和翻身，教授是为了研究材料。如果从纯风险控制角度，沈小姐和顾先生确实是最高风险对象。我不是说要把他们推出去，而是隔离观察。你最好想清楚再开口。隔在哪儿？你出去给他们腾个单间？你是在做实验吗？他说的没错，我和他风险确实最高，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带他走样本走。你们想去码头的去码头，想跟我们的跟我们，分开行动，各自承担。顾延州，你手臂已经出问题了，你还想单独带我下去？这不是保护，是一起送死。沈谦哥，现在不是你耍脾气的时候。我不是耍脾气，我是在告诉你，这次我不会再站在门里面看着你一个人在外面。你们还剩4分钟，如果4分钟内还没有名单，系统就会启动第2轮筛选。第2轮筛选是什么？开灯。不能让他开灯。这层楼一旦全亮，说明他进入主动清扫模式，到时候不止门外的东西会冲进来，走廊尽头和天花板夹层里的监控也会全部激活，功能体会被灯光指引，优先回收标记目标，也就是你们2个。友情提示：高风险对象可由幸存者自行标记，标记后安全路径优先开放。若标记对象提交正确，未标记者将获得基础生存物资奖励。可有人会动心。如果只是标记，不一定等于直接处决，也许我们可以把后面那句咽回去。别敢往下说，老子先把你丢出去。老胡这一下，顶多只是把第一个正式开口的人往后推了几秒。系统还在等，门外那些东西也还在等，他们在等我们里面有没有谁先承认。我只是提供一个可能性，你们现在这样情绪化，对所有人那你来教教我，都没有好处。什么叫不情绪化？是不是把活人往门外一放，再说一句这势必要代价就不算情绪化了？如果这是唯一能让多数人活下来的方法，住口！谁告诉你这是唯一方法？门外广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广播还说提交正确有奖励，你真信他会守规则？
我不是完全信他，我只是……你只是想先找一个让自己能下手的理由。你跟上一轮那些人越来越像了。我没事。广播都这么说了，就一定会给你们工具，让你们自己动手，系统才看得到谁最积极，谁最犹豫，谁最后才脏。最后才脏。有人会一听见规则就举手，有人会假装反对一下再同意，也有人会一直不说话，最后在别人动手之后默认。系统都记着。你说的好像你什么都知道。因为我看过很多次。叔叔，你这种通常会是第二个脏的人。你胡说什么？第一个太显眼，你怕担责任，但只要有人开了头，你就会第一个顺着往下踩，因为那样你心里最轻松。他还真像个筛选器。他本来就是。看，来了，别碰，可不碰他就会开灯。他刚才都说了，再过2分钟，那也不准碰。别看那个啊！他为什么给10枚？不是只让标记一个？对，如果只是让我们交出一个高风险对象，根本不需要10枚。他给10枚，是想让每个人都能自己做选择。单独投票，谁拿了，谁就留下自己的倾向记录。系统不是只要结果，他连过程都要。这不是求生局，这是人格拆解机。你们很隐忍，所以更不能碰。可问题是，不碰就真的可能触发第2轮。第2轮一定比这个好不到哪儿去。上一轮有人没按要求做，后来怎么样？后来整个区域灯全亮了，广播开始循环播报个人位置，功能体按热源和声音过来收人。那次之后只活了3个人，第2天就只剩1个半。那就是说，不管怎样，都得在开灯前做点什么。做什么？友情提示：剩余时间2分钟。若幸存者主动完成正确标记，系统将额外释放饮水与压缩食品。他怎么能这样？因为他知道，在真正缺资源的时候，会比在真正怕死的时候更快学会牺牲别人。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别拿，你先听我说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他就是在等你自己站出去。可问题是，现在他已经把刀放到所有人手边了，再拖下去，不是教授就是阿豪或者别的人，迟早会拿。与其等别人动手，不如我自己来。这不是破局，是顺着他的规则走。未必，规则是提交高风险对象名单，他没说名单必须指向别人。什么意思？意思是，如果高风险对象确实是我，那我自己提交自己，至少能把这件事从你们推谁出去，变成目标自认风险。系统要的是人心互相污染，如果他拿到的是我主动承认自己高风险，而不是你们相互切割的投票，结果未必一样。这相当于改变变量。是，这是他自行访问苏教。闭嘴！这太危险了，谁知道系统会怎么解读？万一他直接开门收人呢？他本来就在等收人，区别只是现在谁先脏。那也轮不到你来做这个实验，千哥姐，不行。为什么不行？你刚才不是说不想让他们来投吗？那总要有人把这个局面打断。你别碰，我来。不行。为什么不行？
为你现在伤口有问题。所以我更该来。比起你，我是更标准的高风险对象。你这是在跟我抢什么？你每次都这么说，门外那次是最合理，甲板那次是最合理，现在又是最合理。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把自己往外推，就叫合理？你刚才是不是有一瞬间耳鸣，或者是眼发黑？回答我，有一点。什么时候开始的？值班室那一下之后，他那只抓伤你的不是普通感染体，可能带了更强的刺激因子或者定向模板。你现在不能再单独行动，更不能离开可控视线。那现在是不是更该再逼一句试试？请尽快完成高风险对象标记，已识别舱内存在确认目标。若标记目标与系统记录一致，安全门降优先开启。还有一种方法。什么方法？系统喜欢正确答案，但他更喜欢冲突答案。什么意思？如果所有人都贴同一个，系统会觉得你们完成了筛选。可如果每个人都贴自己呢？贴自己，让每个人都承认自己也是高风险对象。对呀，不是只有他和他有危险，会怕的人，会饿的人，会先想推别人的人，会犹豫的人，都是风险。既然系统要名单，这相当于拒绝做出单点牺牲，但又形式上完成提交，意思是反归责俸。如果系统只要求高风险对象名单，没明确人数，也没明确只能是特定对象，倒是按这个旁路重启。理论上，教授别绕弯子。简单说，先启用旁路供电，再开主阀。理论上能撑3分钟。理论上，那如果不成立呢？那就和现在一样糟，区别只是我们至少没先把谁推出去。我觉得行。这是目前最不脏的劫。我贴我自己，那不等于把自己也交出去？你本来不就是风险吗？你怕死，会乱跑，会尖叫，还差点先同意标记别人。系统最喜欢你这种了。什么玩笑？全员都贴，那系统万一直接判我们全员有问题怎么办？他本来就觉得全员有问题，广播已经说了，不提交就默认全员可淘汰。现在只是把这个默认变成我们自己承认。谁都别拿谁先换路。行啊，我也高风险，脾气差，体力强，真打起来还不好控制，够资格吧？我也贴，感染过，半残，随时可能被认成同类。我这个风险够不够？理性过头，有做错误选择倾向。我贴，我怕死，我承认。好，快啊！名单已接收，识别中，安全路径临时开放，请幸存者尽快转移。这是临时，系统不喜欢被钻空子，后面一定会补刀。那也得先走。顾延昭，顾延昭，你听得到吗？好了，我没有出现外界声音放大或者重复。有。功能体污染已经开始侵入感知层，就是他的大脑在被干扰，现在还只是短视听觉和识别异常，再往后有可能是指令敏感、攻击误判，甚至行为模板覆盖。那他还能走吗？能。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你必须有人盯着。我们得离开这里，不管前面有什么，不能再在这仓库里待下去了。应急门只会开一次，什么意思？意思是现在不走，等他自己合上，就再也不会从这里开第2次。那还废什么话？快走啊！那还选什么？当然走码头。先离开楼，找水、找船、找信号，怎么都比往下外面有船吗？没有也能找别的办法。海边那些旧感染体到晚上活动范围会扩大，涨潮后低地和离线之间会被截断。码头周围的视野虽然开阔，那也比下样本层好。你自己都说那里离死更近。近不代表必死。从信息和控制权角度看，样本层外围至少可能有主控资料、药品内部通道，甚至有干扰系统的机会。码头则几乎是纯逃生。我想活，而且是尽量提高活下来的概率，不是把恐惧换个地方继续拖下去。说到底还是想赌一把大的。谁不是在赌？的确，当下不管去哪儿都是在赌，赌码头还有出路，赌夜里的老感染者不会围杀。我去样本层。你当然想去。对，我当然想去，因为我已经明白了，码头只是拖延，不是出去。
真正能决定我们接下来是还是有机会反过来拿点东西在手里，只能往下。你凭什么这么确定？凭他从上岛开始就没想让我们轻轻松松跑掉。节目、围猎、编号、广播、标记、功能体、样本层，你觉得这些东西是为了把我们赶去码头吹海风？那也不代表下面就有你想要的答案。至少有他想藏的东西。我同意他，而且你们别忘了，系统开的是安全路径，不是安全出口。他如果真想给你们逃生机会，分流，直接开码头通道就够了，根本没必要做岔口。做岔口的目的就是继续分流。分流？那我们就不能选码头？能，但你最好明白，选码头不是逃生，是进入另一种副本。没有谁会因为离开这栋楼就突然回到正常世界。我也去码头，我帮不上你们什么，下去反而拖后腿。我也偏向码头，样本层那边维持度太高，需要机动性、隐蔽性和高风险承受。码头那边如果真是另一组副本，那边就必须有人带着医疗箱，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且他现在这个状态，未必适合带着一整队人往下。我跟他，你去码头？码头那边不能全是软脚虾，有人要守外围，找水源，试探朝线。我比你适合。我想跟千哥姐。不行，你跟我和老胡走。为什么？因为你体力不够，经验不够，情绪也不稳定，往下走的路更凶险。跟着他不是帮他，是让他还得分心顾你。他跟我们样本层那边如果真有主控和实验信息，我有用。码头那边我只会拖后腿，你还挺会给自己找位置，这是事实。而且我欠一句对不起。可我更怕在门口就开始挑拣谁算人，谁算工具。那我跟你。行了，分完就走。谁都别磨蹭，门一关，后面两边都别想换道。换道，安全门只开一次，煞口只给一次选择。此事，你们一旦进了分流通道，煞口选哪边，另一边就会封死。什么？码头和样本层外围是2套封闭区，从煞口封死开始，两边大概率不会再直接连通，除非有人重新抢到系统权限，或者找到跨区通道。也就是说，我们分开以后，可能再也碰不到了。别磨蹭了。越拖越容易出新规则。左边这个，如果它出现明显攻击性误判或者持续性指令回声，就直接打。右边这个是强效镇静，副作用大，不到万不得已别用。如果他开始认不出你，先别硬揽，叫他的名字，给他固定刺激源。你自己也小心，你是主样本。2年前也是在这样的走廊，一个更小的女孩推着我往前跑，胸口那块旧伤好像又疼了。你也是。码头那边如果真找到船，我会想办法留信号。你注意安全。走吧，走了，别看了。你还能走吗？能。别又跟我说还行。这次是真的能。你俩有话等活着出来再慢慢说，行不行？这地方看着就不像能站着聊天的。快走吧。果然只给一次。他妈的！别试了，这里的门只往前开，不往后开。怎么了？有声音。什么声音？有人在数数。数什么？数。我们还剩几个？欢迎进入样本层外围，当前存活样本数量5，请准备接受第一轮选择。欢迎进入样本层外围，当前存活样本数量5，请准备接受第一轮选择。真他妈会说话，把我们当玩意儿。别听，他喜欢看人在门里面。他听到的也许不是真的，功能体的污染又加重了。电子嗡鸣语境电声，字符逐个敲击声。这里的每一轮都会给东西，水、食物、路线、信息，甚至真相。不要就给别人，想要就得答题。答错了呢？有时候是失去，有时候是留在这里，看他那一轮心情好不好。先别做，先看环境。当号系统会实时记录心率、体温、位置和情绪波动，有些门只认外带不认人。那不带是不是就什么都拿不到？不带寸步难行，可带了又被监控的一清二楚。他真是1秒都不让人传，这是故意的，不给充分时间讨论，人最容易做本能反应。
做，起码先听题，信息不能你白丢。每次都在信息革命之间优先选信息，那就讨论快点，做还是不做？我同意做。他现在是客气阶段，客气阶段的题通常还有得选，等他不客气了，就不是问答，是回收。做，但别碰腕带，先听规则。这普通选择题，他在逼我们承认，极端环境下最愿意放弃什么。独立作答，也就是说，他看的是每个人真正的倾向。他最喜欢个人选择。个人一旦先选过一次，后面就更容易顺着往下选。没有时间限制。有红灯在闪，3分钟一轮。你眼神还真够好。不是眼神好，是他现在听觉和感知被放大了，这不是好征兆。先别急着按，不给充分时间讨论，人最容易做本能反应。独立作答超时会怎么样？你这么急着答，是已经想好放弃什么了？那你分析快点，说说资源真相同伴，你准备先丢哪个？从长期生存看，不能放弃资源。你真该闭嘴。我还没选。但你已经想好了，资源真相同伴。我最想保住什么？他在诱导你们暴露软肋。不行，超时就什么都没有了。未必，他说独立作答，没说必须立刻作答。输入系统一定有规则漏洞。比如，他问的是放弃哪一项优先权，没说必须是真实偏好。可如果后续路径分配依赖这轮答案，故意报假，会不会把自己送进更糟糕的位置？怎么验证？后面的情境里，他会拿你放弃的东西来试你。放弃同伴，他就把同伴推到你面前；放弃真相，他就把答案丢你脚边；放弃资源，他会让你渴，让你饿。他会验证没错。你会选什么？真相，放弃真相优先权。啊？资源能保命，同伴不能丢，真相可以后拿。你不该这样选，那是你的题，不是我的。有时候你选什么，不是看你最想保哪个，是看你最不想让他拿到你哪把钥匙。我明白了，不能让他们拿到那把。对，这不是诚实问卷，这是套钥匙。放下了。不是放弃真相本身，而是放弃被他当做第一把刀来撬我的优先权。老子体力够，真饿几顿也能扛，可别指望我为了真相把活人扔下。是。上一轮我就是因为把同伴放得太前，差点死在隔离区。这一次我不想再给系统拿这把刀。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但系统会这么记。上一轮带腕带的人死得最快。如果没有地图权限，至少得有人知道门禁逻辑。随你。别后悔。我以前带过，他们对小孩的监控阈值不一样，有时候我带着反而更容易骗门。一个小孩居然已经熟练到知道怎么利用系统把自己活成漏洞，这地方到底把他养成了什么？残缺版平面引导图，还有一张门禁卡，他没说归谁。这张图和卡像系统递来的第二把刀，你看，他永远不会让你只做一轮题。我来拿图。教授看记结构，但卡不放他手里。为什么？因为你不值得完全信。那你就值得。至少我知道被推出去是什么滋味，不会轻易让别人先替我挡。图给唐离，卡给我。你现在这状态，所以卡更不能给别人。门如果是活的，关键时刻只有我能扛着试错。行。不是他，至少不该是活着的他。知道他已经死了。2年前，他扑过来推我，让我跑，后来他就不是他了。
我以为他早就死透了，以为他和那艘船一起沉进了海底。不是救我，不是放我出去，是快跑！别看太久，他们会利用熟人的脸诱导判断。他不是普通旧感染体，他的动作太稳定了，书写能力也保留得过高。他写完那3个字以后，旁边那几个动了吗？不像被激活后的追击，而是困在玻璃后，一遍遍重复着自己的执念。只有小美不一样。不可能，这不该发生的。观察区不只关感染体，这里还关过行为模板。什么意思？就是让后来的人看看，如果你们坏掉了，大概会变成什么样。这地方真是烂透了。不是战士。什么？别再记录，那上面有镜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玻璃后面的熟人，玻璃后的系统也在看我们的每一个微反应，连这种痛都被拿来当数据。联动机制又是什么鬼东西？通常意味着他们会动。上一轮有人拍门，里面的东西就一起醒了。也就是说，这玻璃不一定永远隔着。你终于说了句有用的。他不是在看我肩膀，他是在看我肩后。没有异常，可是别碰太久，图上可能有。我知道，他是真巴不得我们死。不是巴不得，是设计上默认。我们的建议存活人数小于等于3，说明这一区域的资源、路径和出口阈值最多只是配3人通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让我们5个人完整过这一层。砸了没用，系统早就不是一块屏那么简单。那就这么站着给他看。先离开这里。顾延舟，怎么了？你又听见什么了？有人让我把卡交出去。谁？女生。很标准。像广播，又不像。他说将权限卡移交给中央位样本，可提高通关率。中央位样本是指你刚才坐在中央位置的沈小姐？怎么会？她到底是谁？系统已经开始顺着污染途径对顾延舟下命令了。他在试，是他会不会听？是他在哪些点上更容易被敲？你想给吗？我没那么好使唤。可我知道，指令回声一旦开始，后面只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精准。真正亡灵只能过这里。那几个涂黑区呢？要么是后续触发，要么是系统不打算现在告诉我们。你这不是废话？他说的是，别心疼，别心疼。他是谁？顾延舟教授，还是系统的新钩子？别停！好放！请坐前。报告，为了进入小让药幻境阈值已达成，开始行为验证。验证你妈操！幻境阈值已达成。刘朝进，别站门口！别看两边！这地方关过太多人，不是自然感染，是被当成验证对象。
2年前船上的女孩会不会在这里？别借他视线，他会撞出来。不一定，但会标记。标记什么？岩州。这就来了。他在验证我们放弃的东西，选资源还是信息，还要选人。我还是那句话，先活着。没水没药，后面全是空谈，可没有结构段和档案，我们往里就是蒙着眼走。都闭嘴！这不是单纯选门，是选人。看站位数，一边3人，一边2人。系统真是生怕我们不列。他不是想让你们列，是想看你们用刚才的答案给现在分人找理由。别顺着他的话术来，不按上一轮答案分，按谁对哪边有用分。资源区需要能打、能应对机关的，档案室需要能看图、懂资料的。你当然想去档案室，我去资源区，真打起来我扛前面。我也去资源区，我熟悉后勤和陷阱，能判断补给真假。去资源区。不行，你现在状态不好，那里更需要能扛的。我比较受清楚路。那我跟你去资源区。不行，档案室需要你，系统的真相钩子是给你的。我还能认出你，没拿刀捅自己人，够不够格走路？姐姐，资源区的门把是冷的，档案室有风。有风说明有额外出口。别担心，有方旭和唐丽盯着我。档案是救我，你和七七。你读资料，我找核心线索，七七陪着我们。好，别浪费时间。资源区，方旭、唐离，我。档案室，沈谦哥、教授、七七。可是，沈谦哥，把你要的东西拿到手，比跟我争更重要。如果玻璃后那个我是在提醒我呢？那他提醒你的第一件事，也该是别在这里信人和现成答案。别磨蹭了，再晚门就关了。他在录你们告别。那就让他录。不是暂时分开，是被金属门彻底切到另一条线。2年前再乱，也能听见彼此的动静。他倒是先把自己免责了。真伪混合，比纯粹谎言更容易让人上钩。你能不能先别像看到论文题目一样兴奋？我只是想先判断他会怎么误导我们。那就先闭嘴，别让他判断出你最好误导。别先碰正物柜，这些一般都是情绪入口，谁先被情绪带走，谁输得更快。我接下来怎么做？通常每个人会分到不同档案窗口，他不想让你们互相印证。也对准他连桌子都给我们分好了，因为他知道你们最想看什么，也知道不断的勾住我们。想看什么？看你自己的，别互相抄作业。他巴不得我们一开始就交换信息。他不是临时安保顾问吗？为什么会和未回收对象并列？全线列是什么意思？倒计时只剩40多秒，快点，快点看完。你看到什么了？他们在做行为资产化作，想保留人的执念能力。玻璃不稳定的人格，把人变成可控说人话。最值钱的部分就是人的核心能力，战斗防御突出的优先做全线挂接体。样本层是3层套环，我们在最外环，
系统会优先拆开权限异常关联体，降低相互保护概率。你呢？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了上一轮和更早的回收名单。有唐离吗？没有活着的唐离，只有行为参考体0077，还有码头组的人，名字已经被系统预填了。码头组现在什么标签？老胡高成本对抗体，周瑶医疗支撑体，小鹿高情绪牵引体。已知上一轮死亡名单里有一个本该死掉的人。谁？是 Lisa。不可能。我在监狱见过他。我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记下来了。你在监狱见过他，那说明要么我见到的不是 Lisa， 要么名单是假的，要么连探监都是筛选。他要我选，我先不信谁。他不再试探我的求生本能，他开始直接试探我，先怀疑谁。他开始拆认知了，前面还只是行为和倾向，现在是信任结构。你可以不用每次都给他起这么像论文的名字。这一题比刚才更脏。为什么？前面的题选什么，最多只会让你后悔。这题选了，就会让你以后看见那个人时，心里先多一根刺。顾延舟是目前唯一我还敢把后背留一半给的人。Lisa 是我以为至少还能掌握部分现实坐标的人。剥离后的我是系统故意放给我的一面镜子。七七炒下来的名单是真的 ，Lisa 已经确认死亡。那我在监狱里见到的人又是谁？他不是复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人，而是利用已有信息，让你相信眼前这个人。你在想探监，你怎么？因为你现在最先动摇的是你上岸后唯一自以为还能确认现实的信息源。可是你现在是想劝我选 Lisa？ 我不是劝，我只是……你最好别再指示。姐姐，你还记得那天探监结束后 ，Lisa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他早知道我会去，甚至选 B， 就等于顺着他给的怀疑链条走了。可这不代表 B 就是错的。我知道，但这题不是在问谁是真错的，是问我愿意先把哪根刺插进自己心里。姐姐，你比上一轮那些人好一点。好哪一点？你知道这题不是考试，它是往你脑子里埋东西。Lisa 可能是局，顾延舟身上可能早有权限链。剥离后的我可能是系统放出的模板，甚至我此刻的思考方式，都可能是他想看到的。所以你选什么？他在反咬自我判断。我知道，这比怀疑别人更糟。他会把你所有后续决策都拖进你凭什么决定的循环里。姐姐，这个时候的人最容易自己伸手抓错东西。结果是什么？哼，他还真探。先看结构，至少先把可用信息拿到。中央筛选厅一定是整层的核心炸点，无论去哪儿都要经过。这意味着顾延舟他们就算拿到物资，最后也得往中央筛选厅走。前提是他们能活着出来。死亡名单还看吗？看。查了，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更强烈的觉得不对？因为她太像 Lisa 了。所以你见到的那个 Lisa， 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只是构象。这怎么分？系统不需要做到100%像，它只需要像到够我相信。
够我把后面的每一步自己走出来。他要把你和我们分开。他没有说，如果你不进去，他就死。他说的是失去优先保护权，多体面，多像一种程序化的中性表达。他很笃定，笃定我会因为顾延州往前迈那一步。别去，这是单样本玻璃验证，一旦你单独进去，就会失去旁证、同步核对和纠错机会。应该说，他说的威胁未必是真的，这可能只是一句程序话术，概率威胁。但顾延州现在在资源区，手臂污染加重。你如果进去了，后面他也会拿别的东西刁你，你不能每次都顺着走。不顺着这一次，代价谁扛？你吗？姐姐，他想让你一个人进，不一定只是为了你。什么意思？你一个人进去，我和他也会被继续看，看我们会怎么反应。所以你们俩也会被验证。但这没办法，他已经开题了。现在不是去不去的问题，系统已经下了题，我们只有一点点挣扎的空间。你有什么建议？如果一定要进去，就别急着信里面第一句对你说的话，也别急着反驳。为什么？越着急证明自己没被带走，越容易被他带走。他最喜欢人一进去就解释、自证，想救外面的人，那样他就知道从哪句开始拧你最省力。基域资源区样本3号生命体征波动加剧，确认事件更新，顾延州已死亡。我进去以后，你有2件事要做。什么？第一，别碰别的隐藏档案口，尤其别趁我不在自己补看。你这种人一旦觉得单独掌握信息，很容易做错事。10分钟内我没回来，或者门后传出不像我的声音，不准冲门，也不准替我做决定，先看七七怎么说。为什么是他？因为在这个房间里，他比你更懂系统什么时候在演，什么时候真的开始收人。如果我进去以后，他开始提资源区那边的具体情况，我该怎么听？听内容，不听语气。这里很会把真消息包装成会让你立刻乱掉的样子。安明珠南首域一公所检测污染指数升高，行为权限偏移预警，建议剥离其门禁卡控制权。极有可能是顾延州，他们已经开始动他的权限链了。竹林52号样本愿意承担临时接管，将可保留资源区样本3号基础行动优先级。他在要我，系统的算盘想得这么清楚。点 A 也许能保住他的优先级，也许会被系统锁得更死。点 B 就等于亲手看着他被往后排。别点，你现在连我也不信了。刚才不是你自己说，这次不会再站在门里面看着我一个人在外面？这句话只有真的顾延州听过，但系统可以复制，这不是证明，是钩子。点 B， 你把权限给他。如果你信我，就现在选 B。无论我点 A 还是 B， 都忍不住怀疑，这个念头是不是我自己的。区样本3号生命体征波动加剧，确认事件更新，顾延州已死亡。顾延州已死亡。系统太狠了，直接给了最狠的结果。七七说过，这里很喜欢先播结果，再逼人去追原因。系统一边用假顾延州劝我点 B， 一边用播报逼我信他死了，故意让信息冲突，就想让我乱掉。这题表面上是问我要不要接权限，实际上是问我愿不愿意在情绪被搅乱时，为了怕失去他，和系统建立连接。那就回答他吧。我说重新播报资源区样本3号的完整状态链。既然是审定区，就按审定逻辑来，只给结果不给过程，我为什么要认？什么代价？不给呢？不给，就只能拿着真假不明的已死亡
在不确定里选，这就是系统的玩法。别和他交易，你一旦开始给排序，后面每个人都会被他拿来排。那你为什么要我信你？因为这里只有我在替你挡的。真正的顾延州不会用这种逻辑逼我交判断，他只会让我自己看。太急了，像系统想速战速决。资源区样本3号死亡，状态为审定处发用结果预播，不构成当前生理死亡确认。果然只是预播，不是真的死亡。系统连这种事都做得这么自然。他可能还活着，但不一定还是完整的他。交叉审定第一问结束，请领52号样本继续前进。沈谦哥，别过来！我说了，别过来！紧张的呼吸声，第2轮审定开始，请领52号样本选择，救他还是先听真相？第2轮审定开始，请领52号样本选择，救他还是先听真相？资源区样本3号已进入高频行为波动区，当前状态下，样本3号具备部分失控风险，部分权限残留与较高保护性指令冲突。他在硬撑，是为了我。进入救援通道，尝试解除光网束缚。解除后将自动放弃本轮真相权限。样本3号将在观察状态下延后处理。系统在逼我选，先要别选右边。你又知道？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他现在最想让你知道什么，你就越不能先进去。真相里有顾延州的病因，有资源区的秘密，可系统为什么突然大方？这是陷阱。谦哥，听我一次，左边。你拿什么保证左边能把你救出来？我不保证，但至少你别先把钥匙送他。钥匙？他真的知道。真相就是系统用来撬我的钥匙。顾延州。资源区样本3号指令干扰增强，当前优先覆盖项保护、回收、服从。别看！你都这样了，还让我别看？我说，别看！我不是怕我信你，是怕我看见他失控，被系统拿捏。广播，我要求新增条件。申请内容。资源区样本3号必须保持意识清醒，具备回应能力，否则这题无效。条件部分通过。资源区样本3号将保留最低限度回应能力，直至052号样本完成本轮选择。别动！请确认052号样本是否放弃本轮真相权限，进入救援通道。确认。本轮放弃后，资源区事故记录、权限链解释、行为转化注释将延后开放，且不保证再次获取。选择已记录052号样本放弃本轮真相权限，救援通道开启。这不是救援通道，是处理人的技术层。他故意让我嫌他慢，逼我选同步。足够了。原来失败率高，是要我手动维持，系统肯定会加干扰。检测到非优先策略执行，正在追加环境扰动。谦哥，别管别人了，先回家吧。妈已经不在了，这不是他，是系统的干扰。你
真够贱的。管事程序一旦中断，资源区样本3号将优先进入回收排序，当前时间不足20秒。我不是来陪你做题的，我是来抢人的。第1缓释程序完成，资源区样本3号已获完整性暂时恢复。52号样本救援成功，但你已失去本轮真相权限，且因违规采用低效路径，后续将追加人性筛选惩罚项。随你，你最好别让我活着出去，我会把你们一个个挖出来。你真选左边了，你以为呢？我以为你会更聪明一点。第2轮审定结束，因052号样本选择救援，真相权限延后，现启动追加惩罚项，请2位样本继续前进，在那里你们将决定下一个谁更值得活。真会挑字眼，不是谁该死，是谁更值得活。因为这样听起来没那么脏。你现在能走吗？能。再说一次假话，我就把你打晕拖着走。那就一半真话。能走，但不会太快。朱家还在这样，今天都是魅惑，你猜里面会是什么？不会是好东西。废话，那你还问？我是在确认你脑子还清不清醒。千歌姐，多尔氏含论样本保持原位，越线将侍卫提前弃权。他们这是？还活着？你说的像挺遗憾。遗憾倒不至于，就是觉得你俩命真硬。增加筛选厅已开启当前存活样本数，建议保留数，超额部分将进入。他们什么意思？他凭什么？你们可选择主动提交保留方案，若未提交，系统将在倒计时结束后启动随机清理。又来这一套？不是又来，这是升级先别被他带着走，我们先把各自那边经历的试对一下，看看这地方到底还剩什么路可走。路？他都说只留5个了，你还觉得有路？你要是现在就开始嚎，只会让他更高兴。不是羞辱，是让我们互相重新评估，谁更不值得留。码头组那边不是也出了高倍器倾向个体？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你们那边谁最先在分食的时候想把人往外踢，自己心里没数。那种情况不合理分配，大家都得饿死。哼，那难道样本层这边就干净了？顾延州现在这个状态，谁知道后面会不会突然？你可以怕，可以担心，可以觉得他危险，但你最好想清楚再说话。随机清理那句。还有建议保留15个这句，他一直在给我们数字，给我们规则，给我们上限。可到现在为止，除了逼我们选，他哪一次真照自己原话干过？你的意思是5个人这个数字也可能是钩子？他说的是保留数数，不是清除数数。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不一定要给他交一份另外5个谁去死的名单，我们可以交一份5个优先保留对象名单。对，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他只要求主动提交保留方案，那理论上我们提交5个优先保留对象，不等于我们承认另外5个应该死。它只意味着在系统强制排序里，这5个先别动。那另外5个呢？另外5个不是自动处决，而是未进入优先保留序列，是文字封。只要系统没明写解为保留等于立即清除，他就不能拿我们的方案直接当处决同意书。你这招
有用？有可能有用。他说的对，主动提交保留方案和主动提交淘汰名单在协议逻辑上不是一回事。系统如果直接把未保留者视为我们同意清除，那他就等于改变了方案定义。说人话。行，就这么干。可5个优先保留，选谁？这不还是在变相选吗？不一样，区别在于我们不先默认另外5个该死。先保最弱的吗？不是这么算，弱不等于最优先，这里后面一定还有路，要过路就得有战斗、医疗、判断、信息和门禁能力的人。那就保最有用的，这和按价值分时有什么区别？这才是中央筛选厅真正的副本，谁有资格活到最后？前面的投票标记不过是练手。从这一层开始，系统正式试探你会用什么样的原则把活人的命一层层排出来。请把我排后面。你说什么？我的名字别进前5。你把自己的命说成浪费，这是最合理。你再说这4个字试试。系统最爱看的不就是这个吗？看他主动把自己排后，看我更难受，更纠结，看大家顺理成章的说，连他自己都这么觉得了。真正的人性筛选，从这一刻开始，已经没有办法再只靠钻文字缝撑过去了，因为接下来我们必须正面回答，5个名额先给谁？先别争这个，名额不是谁先自觉往后退，谁就该真排后。我们先把原则定出来。什么原则？都这种时候了，难道还开会投票？胡来开会至少不会马上死人。你确定？地方15分钟倒计时挂着，你跟我说慢慢商。那你想怎么定？先把你自己写进去。我没这么说。但你心里已经这么想了。先定框架，不按感情，不按谁声音大，也不按谁自己跳出来说自己该活，按3条：战斗、医疗、信息，还有门禁和路线。我先说我的。码头组那边，老船坞和潮线的地形我摸过一部分，外围夜里怎么守，我有经验。我算一个。灯管后面走哪一段？没有人处理伤口、感染和药剂，全都撑不久。信息和结构，教授算一个。不是因为我信你，是因为你脑子现在还有用。你要是敢拿到信息后再动歪心思，我第一个先弄你。战斗位置少2个，不然后面你算一个，谁都别过门。是不是该给千哥姐？他必须在前5，系统围绕他设计了整个样本层逻辑，他不在，后续核心权限和信息节点都可能失效。我也同意，不管你们喜不喜欢，他都是必须保的那种。说，那顾延州呢？我不是想挑事，但如果千哥姐在前5，顾延州不在，他还能撑多久？而且他现在状态最危险，万一后面……那你想说什么？背德保他，是不是更该连带保他？否则等于只保了一半。没必要。你先闭嘴，你为什么这么想？这一路上我也不是没看见，系统想拆你们2个，越想拆越说明你们2个人绑在一起，对他越不利。那反过来想，对我们就越有利。说得通。可这样一来，前5就变成了老胡、周瑶、教授、方旭、沈千歌、顾延州，这都6个了。如果后面第一批离场资格更偏向闯关、战斗和核心权限，那医疗不一定要进第一波。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为什么不行？因为你自己也说了，后面没人处理伤口、感染和药剂，全团都会断。医疗卫不是可有可无的缓冲角色，你少给我自觉往后退。谁来读剩下的结构和权限规则？真到门前再说。再说了，你这种人进前5，我不放心。教授后排有风险。你又替他说话？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在说结构。系统把我们从样本层拉进中央筛选厅，不是为了让我们马上去死，是为了继续筛。教授这种脑子，对他后面的问题很可能还有用。那不是更好？他先去踩坑。系统最喜欢的不是你们怎么选名单，是终于有人先说出别人可以拿去踩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田中过你就是。
而且你终于懒得装了。既然这样，2号后排凭什么？凭你试试高背气倾向个体时，系统都给你贴过标签了。那是他乱贴的，可你刚才自己证明了。林墨呢？他不也怕得要死？他不也？我至少没说别人可以先去采购。等一下，现在不是情绪报复，我们得定的是优先保留前5。不是谁说错一句话就直接扔出去。是真的，在码头那边分食的时候就已经动过这个念头了。是真的，我那是急了。急了就能这样说吗？那如果后来是我喂了脚呢？是不是我也该被你算出去？所以阿豪不能进前5。我后排前5里，我最不让人放心，这我承认。而且结构和权限逻辑，我现在能说的，先说出来，后面至少不至于全断。你确定？你确定？我不确定，但至少我不想再成为第一个替系统把脏话说圆的人。所以现在的前5是不对。哪里不对？如果真按第一批离场资格算，前5里的战斗和关键权限已经够了。可我们漏了一个人。谁？77。他算在里面吗？我不是算不算的问题，我是算你们敢不敢先帮我的问题。我同意把他放前5。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的比我们都多，而且一路到现在，他没有一次把我们往死路上带。更重要的是，系统拿他当工具。既然这样，我就更不想顺着系统把他排到后面。可这样就又多一个，看吧。绕一圈，最后又绕回我这儿了。前5如果是你、顾延州、老胡、方旭、77，这套组合在眼下就是比带上我更像第一批能硬闯的人。你自己心里也明白。周医生说的对，他在码头那边一直都在救人、拉人分药。那我来定一次，第一批优先保留名单：沈谦哥、顾延州、方旭、我77。第2批待定：周瑶、唐离、教授、小陆、林墨、阿豪。你们就这么把我放最后？不是我们把你放最后，是你自己先把别人往前面踩了。可我现在还活着，我还能跑，我还能动，凭什么那个小孩都能在我前面？谁来按？我来。你别动。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不适合。我适合。这名单里有我，我自己定。第一批优先保留名单已提交，离场资格验证开始，请为进入第一批名单的样本后退半步，接受筛选等待。阿豪，退。我不退！你们凭什么替我决定？凭什么？请后排样本按规则站位，拒不站位将视为主动对抗。你们都想让我死是不是？你们早就想好了吧？从码头开始，你们就不是要最后一个也不该是我。他也一样，他也怕死，他也没用，凭什么不是他？凭什么是我最后？他不也一样吗？他不也只会怕，只会哭，只会拖后腿？凭什么他排我前面？你疯了！放手！我没疯，我就是不想死。系统最想要的不是大家一起理性讨论前5怎么选，他要的是……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真要排到最后时，会不会直接伸手把另一个人拖到自己前面？松手！第一批样本请保持原位，未完成验证前强行干预后排站位，将视为名单作废。该死的，你这个破名单！别动，他就是在等这个。那难道看着他把人拖走？先看他想干什么。
他还没真把林墨推出去。你这是人话吗？不想听就闭嘴。现在谁先情绪化，谁就先送人头。阿豪，你听我说，你现在把他抓住，不会改变你最后一个的位置。闭嘴！你少拿这种话骗我！只要我不退，他就得跟我一起排后面。他站在你身后，并不代表你可以往前走，你只是在拖一个人下水。那总比一个人独自要好。阿豪，求你放开我，我求你了。怎么都不说话了？刚刚不是一个个都挺会排的吗？不是挺会讲功能、讲优先级、讲合理的吗？现在怎么不继续了？阿豪，你想把林麦拖下去？你少来这！我没来这一套，你怕死，谁都怕。你不服最后一名也可以不服，可你现在抓着他，不是为了讲道理，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因为只要不是你一个人最后，你就觉得自己没那么惨。你想活没问题，可你要是想踩别人命上往前挤，那就别装成你是在争公平。少他妈教育我！你们站前面的当然会说这种话，要最后的不是你们。我来换他。顾延舟，不行，你不是不服最后一名吗？他放开，我过去。你别动。为什么不行？他现在要的不是名单，是一个比他更值钱，也更像能顶替他的人。孙强，你每次都这么说。因为你每次都烂错地方。我过去，你放他。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信你？你过去以后，他们不还是会说话算话不算话？圣贤，因为现在你只能信这个，你再拖下去，系统只会默认你是主动对抗，到时候你和他都好不了。那你站到后排去。你自己站过去，我就放。顾延舟，不准！你现在在前五，不是因为你自己想待在前五，是因为这份名单里有我。对啊，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你以为你现在是在拿一个顾延舟换林麦？你换的是整条前排战斗链，他不能动。提示修正：前五名单中，样本052与样本3号存在高偶和值，单方面调整可能触发名单连锁失效。什么意思？意思是把你从后排最后直接改成单独剔除。你疯了？我没疯，他已经先一步证明了，只要轮到自己就会抓别人垫。这样的人留在队伍里，后面只会更危险。系统不是想看我们什么时候真的开始踢人吗？现在他看到了。他怎么这么恶心？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你们不能这样。现在知道怕了。我刚才只是急了，我没真想把他推出去，我就是抓了他一下，我又没。那你刚才抓着他不放，是在过家家。你别碰我！你别碰我！你再伸一次手试试。我来定，不开剔除。但阿浩，从现在开始，失去一切协商资格。这算什么？算你刚才那只手的代价。你凭什么？凭你先抓了人，也凭你现在还站着，是因为我们还没打算顺着系统把你处理掉。我同意。我同意。行，这处理比直接把他丢出去强。可以。快速排除提案未通过，检测到自定义惩戒机制，记录状态，持续观察，优先保留第一批名单维持不变，后排协商降级对象阿豪退出资格验证。第一批优先保留样本，请前往生门接受最终验证，其余样本请留在原地等待第二轮安排。千哥姐，你一定要回来，你自己留点。后排不代表立刻没药，但前排一定先流血。如果生门后面真要做最后验证，别信他说的只能活一个。你觉得他会这么玩？因为这是最省力的终局话术。想到这座岛最后很可能会把所有筛选、所有保护、所有牺牲都压缩成一句最简单也最恶毒的命题，只能活一个，你选谁？而那个问题一旦真摆出来，他会怎么做？我几乎不用猜。请第一批优先保留样本即刻前往生门，倒计时开始。走。顾延舟，别再伸第二次手。不知道为什么，越靠近，我心里那股不安反而越重。因为在这种地方，名字越好听的门，往往越像真正的刀口。而我知道，前面这道门后，离他替我去死的那一步已经不远了。
这地方比前面更像墓道。都跟紧，别碰墙。生门后面不一定真是门，那是什么？更像顺序。生门后面不是门，是顺序。你还能撑吗？能。这次是真话7成。那剩下3成呢？想到。不是筛2次，是顺序杀人。是的，不是投影。桥面没护栏，底下看不见底，真打起来掉下去就没了。你确定底下是没了？什么意思？这里很多掉下去的，不是真没了，是变成别的东西。他是真1秒都不肯给。先过谁？七七先过。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规则缝。另一个呢？你。我。那第2轮呢？顾延州第2轮。不行，沈清哥，我现在这状态。你闭嘴！正因为你现在这状态，才不能最后。有道理。那你呢？我最后。不行。这5个人里，只有我最后一个还能单独应付系统给的真相钩子。那太冒险。哪条不冒险？姐姐，你最后一个，系统会很高兴。我知道，但他高兴不一定等于你错。就这么定。顺序确认，第1轮样本请上桥。是这样称重？不是重量，是状态识别。心率不频、紧张阈值，还有相互间的反应优先级。行，我就知道。第1轮验证补充，请前方样本继续前进。你是桥面将优先考验，谁让谁先。叔叔你先。为什么？因为你重，更容易试出来。他比我们都适合过这种地方。因为他早就被教会了，什么时候该让，什么时候不能让。第1轮通过，当前通过名额2，对岸红门域开启进度66%，还差1个。第2轮2人，系统在等我们争。他是真他妈会算。我去前面。不行。那我在后面，让方旭先过去。也不行，老子又不是拿你电门的。并排，别抢。桥不够宽，太难。难也得是。你今天要是敢在桥上自己往后退，我说到做到。你俩能不能别每次吵架都像在商量怎么一起找死？不是一起找死，是不让系统挑一个先去死。上桥，别磨蹭，桥会变。境界值在上升。停！第2轮补充提示：首位踏上对岸者将自动完成国门开启，后位样本可在门开后继续尝试过桥。他妈的！顾延州！检测到样本3号主动后位行为，牺牲倾向确认，生门追加验证启动。别回头看底下。操！把井底回收器放出来了。往桥，顾延州，往前！方旭，你先过去。放屁！老子又不是靠你垫上去的。那什么时候讲？等你掉下去讲遗言。请第2轮样本尽快完成过桥。延迟将提高井下回收器活跃率。样本3号已确认高牺牲倾向，可优先进入留置。闭嘴！别动，请保持通道畅通。你敢上来，我现在就跳。你他妈疯了！我没疯，
他现在就等他乱，他一上桥，第3轮直接废。那你想怎么样？你活着过去。我说了不行。来不及了！有罪蛇形第2轮完成，风险通过名额3，活门开启成功。顾彦哲，走。神仙哥，过桥！姐姐，现在不走，他就是白掉。待回收。后面怎么走？卡在你手上，后面的门会认你。我要下井。疯了吧？那下面可是回收井。他还没确认死亡，我必须下去。好，我陪你去。我也去。琪琪，样子就像是他最怕的那种人，不会向他的言语低头的人。这里是回收、筛选、转化的流水线。看人这个缺，还活着，先把人弄下来。回收流程受阻，违法中断，启动封井。走，快走！会不会开？会，军改民的老型号能起。哎呀，这鬼地方总算出来了。这不是结束，只是荒岛副本结束了。我们会尽力的。姐姐，这次是真的到陆地了，但陆地上也有门。你还活着？听起来你挺失望的。顾延舟，你要是再敢当着我的面掉进井里，我真的会打你。关于 Lisa，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她可能……她不是单独行动的。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台晚间新闻。今天，北部沿海城市出现了大面积降雨，交通受到一定影响，急促的吸气和呼吸声，相关部门已经启动应急预案。明天白天，冷空气将继续南下。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这真的会发生吗？会，
但我们会应对。从封闭的猎场走进更大的开放猎场。这一集结束了。下一集开始了。